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空天军经常使用苏34战斗轰炸机挂载 FAB-500炸弹对乌军目标发动打击。日前又摧毁了乌军精锐第47旅在苏梅的指挥部。那么这一组合有着怎样的毁伤能力？又是如何做到精准轰炸的？苏34机身长22米，翼展14.7米，高是5.93米。由于其机头雷达罩呈扁平形状，有着“鸭嘴兽”的绰号。在这个雷达罩内安装的是 B004无源相控阵雷达，专门用以远程探测和跟踪地面、海面目标。对地面目标的探测距离为150到200千米。作为一款战斗轰炸机，苏34共有12个外挂点，最大挂载能力可达8吨，能够配备多种空地导弹、反辐射导弹、空攻导弹、反舰导弹、火箭弹发射槽以及航空炸弹。可见苏34挂载能力非常突出，俨然一座空中武器库，具备千里奔赴战场对敌进行打击的能力。而 FAB-500是一款重500公斤的航空炸弹。根据俄国防部公布的照片显示，俄军使用的是 FAB-500M62型航空炸弹。该型炸弹采用薄外壳设计，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爆炸时产生的超压，并在更大范围内造成碎片杀伤。苏联时期，这款炸弹就主要被用来摧毁军事工业设施、铁路枢纽、野战阵地、地面人员以及装甲车辆等。俄国防部还公开了 FAB-500摧毁乌军第47旅指挥部的视频画面，刚命中时瞬间燃起巨大火球，然后疑似引起弹药殉爆，发生多次爆炸，可见这款炸弹的威力不容小觑。值得指出的是 ，FAB-500是以自由落体式空投为轰炸模式，被称为“铁炸弹”。后来装上了 UMPK 制导套件后，成为了能够进行防区外打击的精确制导炸弹。一架苏34战斗轰炸机可挂载4枚加装了滑翔制导套件的 FAB-500炸弹，在9000到10000米的高空投放时，炸弹进行滑翔飞行之后的射程可达60到70千米。这样一来，苏34就能够在乌军大多数防空系统射程之外投弹，然后返回，从而大大提升了战场生存力。由于乌军在这一方向防空力量薄弱，而且没有制空权，所以俄军苏34能够从容投弹。数以百计的 FAB-500滑翔制导炸弹不仅给乌军造成了重大杀伤，还沉重打击了乌军的后勤补给线，导致库尔斯克战场上的乌军物资短缺，攻击能力大为削弱。俄国防部21号表示，部分乌军部队已从库尔斯克州撤出，可能将重新部署到其他方向。对此，有分析认为，乌军可能开辟新的越境攻击路线，而评论员白梦辰指出，可能性不大。对乌克兰来说，现在有没有能力再维持库尔斯克以外的另外一个大规模进攻？那么这点上，我觉得从军事角度来讲，似乎是很值得怀疑的。所以乌克兰方面很有可能会随着俄罗斯在这个区域的力量的增强，把一些经过损耗的部队调回到乌克兰境内进行整补。事实上，自乌军越境攻击库尔斯克以来，乌东战局陡然生变。俄军事专家卡申表示，乌军虽然在行动初期迅速占据了库尔斯克地区一些缺乏防御工事和后勤保障路线的区域，但为保持在库尔斯克方向的战果，其不得不从顿巴斯等其他地区撤军，致使顿巴斯等地的局势对乌更为不利。日前，俄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祝贺俄独立近卫第9摩步旅攻占顿涅茨克的诺夫哥罗德斯克，这个地方乌方称为纽约镇。俄军事专家阿纳托利·马特维丘克表示，在俄军占领诺夫哥罗德斯克后，乌军将失去在整个顿涅茨克南部方向加强防御的机会，今后将有助于俄军彻底攻占整个顿涅茨克地区。据介绍，俄军在顿巴斯地区的推进速度比预期快，有可能将占领红军村，而红军村是个关键地点，有5条公路和1条铁路，是乌东最大的补给中心。俄驻美大使日前表示，俄总统普京已经决定对乌军攻击库尔斯克州的行动进行反击。请教一下杜先生，您是如何来评价库尔斯克当前战局？的确，在库尔斯克方向，乌军5个作战旅的行动非常凌厉，
短时间内控制了大片区域，而且有众多的居民点。目前俄军的基本态势很明确，首先是构筑工事，目前前线作战部队已经在40公里的范围内进行了大量的工事构筑，目标就是迟缓乌军的推进。另外，采取大量的空中火力突击，像苏34使用微压弹，包括其他武器装备集群发起打击行动，力争在库尔斯克把脱离了坚固防御的乌军彻底的进行攻击。另外呢，反击行动也迫在眉睫。如果下一步通过防御行动持续的消耗乌军，而且在大规模的空袭作战，包括其他火力攻击过程中消耗乌军，总之在库尔斯克方向，双方似乎也在下一盘大棋。近段时间以来，扎波罗热和库尔斯克2座核电站频繁遭到火箭弹、无人机等威胁。联合国方面表示担忧，呼吁俄乌双方确保核电站的安全。请教一下石先生，引发潜在核危机的风险是否越来越高？引发核危机的风险的确是越来越高啊！打击这2个核电站的武器总会有残骸存在啊！而且俄方呢也确实在这2座核电站附近搜集到了不少无人机残骸。以现代的武器鉴定技术啊，从残骸追踪武器的实际使用者没有什么难度啊。俄方也一再将相关证据提交给国际原子能机构，让国际原子能机构出面。要知道，这2座核电站一旦发生严重的核泄漏，可不只是影响俄罗斯西部以及俄控扎波罗热，而是会影响到整个乌克兰、欧洲乃至世界。近日，乌军利用美制海马斯摧毁了库尔斯克州几处浮桥，这是乌克兰首次承认使用美西方武器攻击俄境内目标。美国也证实已允许乌军在有限条件下使用美制武器攻击俄本土。还有迹象表明，拜登想赶在选举前在乌克兰问题上采取重大行动，有多大可能全面解禁原武武器攻俄限制？普京曾警告，如果美西方踩红线，俄方可能采取不对称回应，会否触发核对峙？8月23号，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发表声明称，当天自己与泽连斯基进行了电话会谈，宣布美国将为乌克兰提供新的军事援助，包括防空导弹、反无人机设备、反装甲导弹、弹药等。美国多名官员在前一天透露，美国政府计划向乌克兰提供约1.25亿美元的新军援，并将动用总统提用权，从国防部库存直接调取武器装备给乌方，以缩短交付时间。近段时间以来，泽连斯基多次公开呼吁西方国家加快援乌武器的供应，同时还敦促西方国家解除援乌武器使用限制。他还指出，如果没有这些限制，乌军根本不会越境攻俄。Якби партнери зняли всі наявні обмеження на застосування зброї на території Росії, то ми б не потребували фізичного заходу, зокрема на Курщину, заради захисту наших. 有美国舆论认为，乌克兰通过对库尔斯克的攻势发出了强烈信号，那就是基辅不愿再受西方约束，敢于试探美国的红线。21号，乌克兰方面表示，乌军利用美制海马斯火箭炮系统摧毁了俄罗斯库尔斯克州的几处浮桥，这是乌方首次承认在针对俄罗斯领土的越境攻击中使用了西方武器。为了切断俄军的陆上补给和增援路线，乌军已经摧毁或损坏了库尔斯克州塞姆河上的3座桥梁，并高调发布视频，展示了俄军工程设备和桥梁被摧毁的画面。根据声明，乌军在这些行动中使用了美制海马斯火箭炮系统。俄驻美大使安东诺夫近日表示，尽管美国声称已禁止乌克兰使用美国提供的远程武器对俄罗斯境内进行打击，但这种说法不可信。他还说，实际上他们基本上是在为在某一时刻取消所有现有限制做准备。从美国国防部8月9号公布的数据来看，自2022年2月以来，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554亿美元的军事支持，包括2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12套国家先进地空导弹系统、40多套海马斯火箭炮系统、31辆艾布拉莫斯坦克、300多辆布雷德利步兵战车等。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援助的过程中，逐渐放宽了对这些武器的使用限制，
包括可用以攻击俄境内目标。has not changed, which is in terms of using long-range strike capabilities to conduct deep strike. You know, as you've heard us say, conducting counter-fire defensive operations across the border is permitted. 美西方的政客也已经夸下海口啊，或者是放出这样的话，就是不能让俄罗斯赢。所以他们为了不打自己的脸，还是会不遗余力的尽可能的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越是这样不断的挑衅俄罗斯的底线，实际上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爆发直接冲突的可能性就会越高所以美西方不断的放宽这些原则，不断的抹去这些红线的同时，实际上也是在玩火实际上也是在把他们自己放到了一个更危险的境地。乌军动用包括海马斯在内的武器，接连摧毁多座塞姆河上的桥梁，借此打击俄军陆上增援和补给线。那么，这体现了海马斯怎样的打击能力呢？乌军又是如何实现精准打击的？海马斯是在美军绰号“钢雨”的 M270多管火箭炮基础上研制而来的，也被称为“钢雨2式”。从这个名字可以知道，这两款装备具有不俗的打击能力，尤其是在范围攻击方面较为突出。其中，海马斯具有机动性强、火力猛、射程远的特点。海马斯最高公路速度为每小时86千米，可以快速转移，实现打完就跑。在火力方面，海马斯可装载6枚射程70千米的制导型火箭弹，或1枚射程300千米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目前，美国为乌军提供的主要为 M30和 M31制导火箭弹，其中 M30战斗部为集束弹药，能携带404枚 DPICM 子弹药，总共装有16.1万个钨合金破片，能够对很大范围的步兵、轻装甲目标进行打击。而 M31搭载的是91公斤重的单一高爆战斗部，主要是为了打击坚固工事，比如弹药库和军事基地、桥梁等等重要目标。从乌军公布的打击视频可以看出，是同时使用了高爆弹药和集束弹药，由高爆弹药对桥梁主体进行毁伤，而集束弹药则是对周围可能存在的俄军人员和装备进行无差别打击。值得指出的是，在这种打击方式下，即便俄军能够将桥梁修复，也会对他们的补给运输造成影响。因为美制 M30火箭弹的子弹药失效率较高，在地面留下很多的未爆弹，这意味着俄军如果要继续使用这条补给线，恐怕得先进行排爆工作。有观察还指出，从打击效果来看，火箭弹的威力难以达到，不排除乌军还动用了陆军战术导弹系统。要知道，美国曾明确表示禁止乌军用陆军战术导弹系统攻击俄境内目标，而近来却对此只字不提，被认为有刻意回避的嫌疑。此外，乌军的炸桥行动还体现了海马斯较强的精确打击能力。据了解，由于采用了惯性和 GPS 双制导技术 ，M30和 M31这两种火箭弹的命中精度可达10米级，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命中精度更是达到米级。在美西方的情报体系支援下，乌军海马斯发射的弹药像开了千里眼一般直奔目标而去。可见，美国援乌海马斯火箭炮系统能够对俄军构成较大威胁，而俄军早就将乌军的海马斯作为重点打击对象，摧毁的数量在不断增加。日前，最早进入俄库尔斯克地区的乌军精锐部队第82空中突击旅公开一段视频，宣扬美制斯特赖克装甲车发挥了重要作用。Металокераміка йде, защита плити йдуть. Тобто видержує 7,62 видержує набої, 5,45, ну це таке царапинки там. 此外，乌空军司令奥列修克表示，乌空军使用美制 GBU-39小直径炸弹对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一军事基地发动了空袭。乌空军还发布了打击视频，称基地内的俄军无人机操作中心、武器装备和40名俄罗斯军人遭到袭击。据了解 ，GBU-39小直径炸弹外形细长，长1.75米，重113公斤，装有22.7公斤炸药，拥有和900公斤级炸弹同样的穿透能力。由于体积小、重量轻，战机可以挂载较多数量。按照美国空军的说法，能够在距离目标110千米的地方投掷，打击精度可以达到1.5米以内。
在此次行动中，乌空军并未公开具体出动了哪一款固定翼战机。不过，此前早有乌克兰米格29战机挂在 GBU-39的照片曝光，可以清楚地看到4枚 GBU-39挂载在一架米格29战机的机翼下方。在西方的帮助之下，改进了苏联的战斗机，来使用西方的武器装备啊，比如说，像米格29经过改装之后，可以发射美制的 AGM-88哈姆反辐射导弹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像苏24战斗轰炸机，据说在英国的帮助之下，可以发射风暴阴影啊对地的巡航导弹。俄情报部门透露，西方国家还直接参与了乌军对库尔斯克的进攻行动，为其提供军事训练和情报支持。乌军越境打击过程中得到了北约军事顾问的协助，这些顾问帮助乌军使用西方提供的武器装备。美英被指向乌方提供库尔斯克地区卫星图像和其他情报，以便乌方侦察俄方增援部队情况。日前，美国一家雇佣兵公司在社交媒体发布照片，证实了有美方人员参与对库尔斯克州的袭击。照片中显示，3名军事人员站在一辆高机动性多用途轮式车辆前。报道称，站在中间位置的是这家公司的创始人，标注地点为库尔斯克州。西方已经是深度介入了啊，这个俄罗斯也已经公开揭露了西方的这样的一些行径啊，比如说乌克兰的无人机频繁的是攻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那么这些无人机航路的规划选取，一定是在西方的帮助之下，刻意的相对避开，减少被拦截的这种概率。乌总统泽连斯基向西方国家喊话，敦促他们取消对在俄本土使用西方远程武器的限制。他还称，俄罗斯划定的红线是虚幻且天真的。请教一下石先生，西方原武器的使用限制是否已经形同虚设呢？从实际情况来看啊，泽连斯基的做法的确让俄罗斯对北约的怒火大增，所以呢，泽连斯基想再加一把火催促北约进一步放宽对乌军使用北约武器的限制吧。如果北约同意乌军使用北约远程武器打击俄罗斯本土，那么俄罗斯对北约深度介入俄乌冲突的忍耐度就可能突破临界点。注意泽连斯基所说的实际上呢就是在忽悠北约，你们别怕，俄罗斯呢其实没有什么红线，赶紧取消对乌军使用北约武器的一切限制。但是呢，北约现在还不敢去赌俄罗斯会继续容忍北约切香肠式的拱火行为，因为呢，无论是谁，忍耐度都是有限的。俄罗斯之前对北约拱火行为的忍耐，是因为自己本土纵深地区呢还没有受到严重威胁。如果北约同意乌克兰使用北约远程武器打击俄罗斯本土，那就意味着俄罗斯在欧洲精华部分将会受到很大损伤。这种情况下，谁敢保证俄罗斯不会急眼？乌克兰空军日前表示，用美国提供的 GBU-39炸弹袭击了俄军在库尔斯克的一个基地，造成了俄方人员伤亡和设备损坏。请教一下杜先生，该型炸弹的打击威力如何？这也反映出乌空军目前有怎样的战力？GBU-39一般是称小直径炸弹，整个弹体结构大概130公斤。一架F-16、F-15战机可以大量的携载，一次出航可以攻击多类目标。特别是在 GBU-39上有2个改进。第一呢，弹头使用特种材料，它的穿甲功能和对坚固目标的侵蚀能力相当于900公斤普通炸弹的这种能力，也说明呢，对于各种坚固设施的打击效果非常出众。那第二呢，是加装了钻石背，可以滑翔攻击，距离较远，这样载机相对安全。如果使用战机在库尔斯克方向使用 GBU-39弹进行攻击，那说明呢，在库尔斯克方向，俄罗斯的制空权并不是很严密。之前呢，认为乌克兰空军包括它的米格29苏227以及 F-16战机很难在俄罗斯空天部队以及地面防空武器装备监视下行动。但目前呢，通过在库尔斯克方向使用 GBU-39的打击行动，说明在防空武器和防空能力方面，
俄罗斯仍然存在着较大漏洞。美空军一架2C-135U 侦察机出现在俄罗斯边境附近，很可能是在监视俄军行动，为乌军提供情报支持。请教一下石先生，这款侦察机能够获取哪些俄军情报呢？2C-135U 的主要任务是搜集敌方各类电磁设备的技术情报吧，尤其是能够定位和识别陆基、海基和机载雷达信号。获得的情报数据呢，可直接呈送美国总统、国防部官员和战区指挥官，用于编写敌方电子战序列，检测、归类和精确定位威胁发射源，确定敌防空配系，并通过搜集的敌方电磁信号来帮助美军研制或升级雷达告警接收机、电子干扰机、雷达诱饵、反辐射导弹和电子战训练模拟器。形象地说，2C-135就是美军的电子信号吸尘器啊。美国空军将 2C-135U 部署到俄罗斯身边，就是用该机强大的电子侦察能力，搜集俄军一切雷达、通信设备的信号，